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7季前情提要。阔别了繁荣的星城，奥利弗和菲利西蒂定居在了郊外小镇，在几个月后拥有了第一个女儿米娅，生活即将步入正轨。却在此时，监视者诺武找上了奥利弗，为解决无限地球危机的关键点，奥利弗不得不抛家弃子，重披战衣。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费利西蒂肩负起了保护女儿的重任，米娅从小到大都在接受尼撒的训练。10年如一日，年纪轻轻的米娅就可以独当一面。这把弓就是尼撒赠予她的毕业礼物。2040年，星城遭遇了灭顶之灾，一场核打击把这里夷为了平地。成为市长的瑞内将贫民区建造成了都市，并在周边建造起了围墙，防患于未然。有人说，这场打击是治安维持者发起的，可是谁都没有证据。曾经被费利西蒂销毁的弓箭手程序被重新利用了起来。市长瑞内与星系公司合作，依靠弓箭手监视着星城的罪犯，这就意味着星城不再需要治安维持者存在，从而影响到了米娅这一代孩子。他就是典型的反治安维持者教派。尽管米娅知道自己老爹就是绿箭侠，可这并不影响他的看法。与女儿不同的是，费利西蒂习惯了乡下的生活，每天看似宅在家里用电脑工作，实际上多年的职业病让他时刻牵挂着星城。他查出星系这个公司并不简单，米娅多次提出要搬到城里去住，那里面什么都方便，而且还能认识新朋友。可费利西蒂永远都是拒绝。一次偶然让米娅发现了母亲所做的事儿，还知道了自己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威廉。一直痛恨父亲不负责任的米娅，知道母亲还在担任守望者之后，她二话不说离家出走，孤身一人前往了星城，去寻找引发这一切的真相以及自己的人生目标。而他称呼自己为黑星，还发现了一条赚快钱的路，那就是地下赌权。另一边，同样长大成人的威廉苦苦寻找费利西蒂，通过键盘上的线索找到了炼狱岛，并在上面见到了姑父罗伊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希望能够重新见到父母，可如今奥利弗阵亡，费利西蒂成为了他最后的亲人。罗伊给他的建议是别去寻找，真相只会带来痛苦，他来炼狱只是为了赎罪，为了这个目标甚至离开了西亚。可威廉坚信费利西蒂引导他来炼狱是有理由的。罗伊根据定位找到了炼狱公墓，从地下挖出了奥利弗当年的装备箱，在弓箭夹层里还有一条线索。罗伊看了一眼，立刻皱起了眉，没等威廉反应过来，就一把火点了，拉着他就赶回了星城。键盘上的坐标发生了变化，地址换成了斯莫克科技，这里曾经是费利西蒂的公司，如今早已破败不堪。同为 IT 巨佬的威廉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了，利用母亲曾经的手法解开了密码，拿到一个黑色包裹后被星城的警察发现。没等罗伊出手，2个蒙面女侠打倒了警察，其中之一就是黑金丝雀戴娜，另一个便是瑞内的女儿佐伊。自打平民区繁荣之后，星城就变了，警察们四处追杀治安维持者，身为大队长的戴娜也难逃制裁。黑色包裹里是一块魔方，魔方套魔方后得到一个地图，上面标注着绕开高墙进入平民区的路线。紧接着戴娜的一句话让威廉晴天霹雳，费利西蒂已经死了。就在几个星期前，费利西蒂为了追查真相惨遭杀害，这反而更加坚定了威廉的决心了。即便费利西蒂不在了，他也会完成这个任务。但闯入贫民区并不是个简单的事儿，在这里，罗伊向戴娜提起了奥利弗留下的线索——四德之印。看样子这个线索很不简单呢。威廉顺着费利西蒂的指引继续调查，却发现他曾经想要清洗星城，这会死伤无数百姓。在费利西蒂通话记录的最后，他们翻到了一个人——黑星。威廉用钱砸出了一片关系。此时米娅并没有公开说出自己和费利西蒂的关系，况且他对治安维持者没什么好感，不过谁又和钱过不去呢？他告诉威廉，费利西蒂打电话的目的是让自己找到爆破电路和引爆器。威廉只感觉自己越陷越深，费利西蒂居然还想清洗星城，这让他有了退意了。可戴娜向他展示了一个纹身，那就是四德之印：勇气、热忱、无私与忠诚，这是属于他们的标记。奥利弗、迪戈、费利西蒂、瑞内、罗伊、戴娜，一旦有一人有难，其余必将以命相助。所以罗伊才会毫不犹豫地跟着威廉回到了星城。想到这里，威廉再次充满了动力。为了父亲也为了母亲，他们偷偷翻查了黑星的屋子，发现这个女孩早就知道费利西蒂要清洗星城，说不准他们曾是一伙的。可眼下也就只有一个人能帮助到他们。与墙外不同的是，平民区现在更像是现代都市。佐伊找到了老爹瑞内，向他说明了一系列情况。可曾经正义感十足的野狗瑞内却对平民区之外的事丝毫不在乎，更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佐伊吃了瘪，戴娜只好亲自跟老友求情。菲利西蒂的死让瑞内很震惊，
可他口风还是不变，贫民区之外的事儿与他无关。戴娜不得已只能撕破脸皮，众人忙于追查炸弹的位置，首先联想到了曾经的地堡，他们得到了弓箭手的访问密码，却把黑星这个存在抛在了脑后，以至于4个人被偷袭打晕。醒来后已经被五花大绑，黑星还有一个帮手，戴娜一眼就看出了他，男孩是康纳，迪格和莱拉的养子。所有人不打不相识，在得知黑星是自己的妹妹后，威廉选择拉她入伙。而米娅表示菲利西蒂并没有死，她也在寻找母亲的下落。碍于米娅痛恨治安维持者，只能是威廉和他组队继续调查。相比魔方套魔方，米娅还知道一种魔方套魔方再套魔方。解开后发现一盘老磁带，播放这个东西的录音机都得是老古董了。兄妹俩费了老鼻子劲，才从黑市上淘了一个能用的。菲利西蒂在录音里说出了一段坐标，并告诫兄妹俩远离星城。之所以人生没让孩子们重逢，是奥利弗和他保护的手段。菲利西蒂叮嘱他们一定要把坐标告诉戴娜，千万不要来寻找自己。可身为奥利弗的后代，那肯定不能言听计从啊！兄妹俩准备顺着坐标前往贫民区，没有背景，只能翻过这堵高墙，过程历尽艰辛，却让兄妹之间的感情更深。另一边，戴娜等人查到了一个名为星系的公司，它的前身是伊登公司，也就是他们伪造了费利西蒂的死亡。此时的威廉兄妹已经抵达了星系公司，碰巧在此遇到了康纳，他是天眼会骑士团的成员，来此也是为了调查线索。三人合作行动，首先拿到了星系总裁的 DNA， 然后利用 DNA 进入到了星系大楼隐藏楼层，打倒了一众守卫后，看见了母亲费利西蒂。可费利西蒂并不开心，孩子们过来无疑等于送死，他被抓其实就是自己策划的，目的就是找到炸弹，然后拆掉炸弹。两代人的隔阂因为同一个目标而解开，娘仨打算再下一层，秘密可能就藏在最深处。在米娅守住门口时，菲利西蒂看到赶来的戴娜三人，短暂的叙旧之后继续向前。此时瑞内挡在众人面前，他不是来阻止菲利西蒂的，而是重新回归校队。因为菲利西蒂的事儿让他意识到拯救星城还需要绿箭小队。瑞内透露了星系总裁戴尔将参与庆祝活动，这场活动就是提前为清洗准备的。所有人赶到活动现场，米娅继承了奥利弗的性格，战斗方式与父亲完全一致，只要 BGM 响了，他们就是无敌的。为了阻止这场爆炸，绿箭小队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，加上瑞内的掩护，行动十分顺利。米娅一剑摧毁了炸弹和引爆器，众人为了让瑞内对贫民窟有交代，只能全体成为逃犯。但星系还会进行下一步的行动，只有彻底捣毁这个组织，才能解决一切。此刻的菲利西蒂庆幸有威廉和米娅这样的孩子。戴尔经历了一次失利，他打算将弓箭手系统武装化，并起名泽塔。泽塔计划中的超级战士实力极其强悍，一个超级战士就能够吊打绿箭小队，再加上治安维持者前些日子引起的轰动，戴尔开始疯狂研发泽塔战士。在这场对抗中，数十名金丝雀成员阵亡。一次遭遇中，米娅单独碰上了泽塔战士，自然是被按在地上摩擦。此时一声啼叫救下了米娅，来人正是 Loro， 他专程赶过来帮助挚友的女儿。Loro 的支援让米娅拿到了泽塔战士的头盔，可是没有电源模块根本无法启动。在威廉、洛伊、戴娜去设立防线的同时，米娅找到了一个可以得到模块的地方——丧钟军团。他们的大佬基基，也就是迪哥的亲生儿子，也是康纳的哥哥，哥俩一直不对付。孩子之间的仇恨多是因为偏爱造成的。好在电源模块到手了，虽然是康纳抢来的。逃脱了丧钟军团的追击后，菲利西蒂终于启动了头盔。这个头盔等于给士兵带了一个 AI 驱动的第六感，与战甲融合后能够大幅提高力量和敏捷。戴尔相当于有了一支武装部队，此时他的武力已经大过警方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摧毁弓箭手。可星系公司安保变得更严了，小队没有了取胜机会。威廉希望以投资的身份约见戴尔，这样最有机会接近他，并且偷走弓箭手的源代码。菲利西蒂根本不同意，米娅耐心安抚了哥哥的情绪。天一亮，威廉果断来到了星系公司，也顺利见到了戴尔。为了防止威廉出事，瑞内也赶了过来打着掩护。可弓箭手的能力远不如此，光是通过 DNA 就识别出了威廉的身份，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奥利弗的儿子。加上瑞内知而不说，戴尔暗中已经叫了泽塔战士堵住了出路。同一时间，菲利西蒂等人也被泽塔战士包围。潜伏中的康纳与米娅配合反击，对付能够预测招数的泽塔战士。罗伊的选择是站着挨揍，也多亏了康纳有枪，不然这要给罗伊上香啊。威廉这边虽然被抓，但源代码已经拷贝成功。提前赶到的佐伊将两人救出，绿箭小队这才化险为夷。源代码的数据显示，戴尔将对星城高墙外进行戒严，然后利用泽塔战士处决所有戴安迪的人，不论善恶。这又将死伤无数，最终把整个星城打造成高墙中的贫民区，然后自己独裁一方。
好在菲利西蒂留了后手，当初研发弓箭手的时候，他上传了自己和奥利弗的 DNA， 也就是说，米娅能够依靠 DNA 的优势混进去，然后趁机上传病毒。接着这5分钟系统故障的间隙，米娅冲上高塔，祖传的暴力让他过关斩将，并且成功安放了引爆器。此时米娅已经抱着同归于尽的念头，威廉远程为妹妹争取了时间。爆炸的最后一刻，米娅借助钩绳跃下大楼，与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。随着高墙的坍塌，星系的计划彻底覆灭，随之而来的将会是一群法外狂徒的入侵。为了保护星城，米娅、威廉、康纳和佐伊组建了新的绿箭小队，子承父业，守护家园。初代彻底隐退江湖，平静之后，菲利西蒂带着孩子们到墓前祭拜了奥利弗。这是一家人第一次团聚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菲利西蒂完成了许诺给奥利弗的誓言，守护孩子们，直到他们不需要保护。今天，他的使命完成了。菲利西蒂决定踏上一条无法回头的路。为了这一天，他等了很久。这条路的尽头，有一个最爱他的人在等着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